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Henry 频道的美股行情分析。今天呢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2月28号，周六。我们将围绕本周美股的走势展开复盘，并对下一周的行情进行一个预判。那本周美股呢，应该说整体是延续了震荡的格局下一周市场该如何演变？包括英伟达在内的多只核心个股波动加剧。在这样充满不确定的行情当中，我们该如何应对？对于已经持仓的朋友如何把握住心仪的股票的关键点位？还没有入场的朋友呢，又该怎么去规划布局？那今天的视频呢，将针对这些问题逐一的展开分析。这一期的主要内容呢，分成两大部分。第一，本周纳斯达克复盘以及下周的走势预判，我们会结合众多技术指标分析。如果有观看我之前视频的朋友，应该会有了解。还会加上特色指标山海趋势图，进一步确认交易节奏。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帮助大家不断优化思路，找到合适自己的投资预期和投资风格，并养成仓位管理的良好习惯。第二，针对几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股票进行解析，包括英伟达、特斯拉、亚马逊、Meta 和 AMD。如果大家有更感兴趣的股票，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老规矩，提醒大家记得点赞、订阅、加小铃铛，不要错过我们每一期的盘前解读和每周的复盘，让我们在美股交易的路上走得更稳，走得更远。好了，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开始。好，我们来看一下纳斯达克大盘的走势。我们总体的思路呢，就是讲究时空共振。如果多个指标显示向上或者向下，那我们就往概率更大的方向去预判。首先呢，我们看到周一的股价收在了2287的位置，也就是我们26号盘前预测的观察位22866的这个附近相差不大。那么周五呢是收在了22668的位置直接掉在了我们预测的22514到22866的区间，是往下走的。那这个呢就加剧了下跌趋势的一个验证，走势是符合我们建议的谨慎原则。那接下来应该怎么走？我们要做更多的验证。首先呢，最近的3根 K 线来看一阳一阴一阳，但是每一根的走势都是往下掉的，而且掉的幅度呢非常的明显，很明确的向下趋势另外呢，我们可以观察布林带，在过去的股价变化当中，当这个 K 线掉到布林带的下轨位置，就会有一波反弹。那么我们观察现在的股价，它并没有在布林带的下轨，也没有在中轨它是在两者的中间。那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我们要等到这个股价走到布林带的下轨位置。如果大家要看小反弹的话呢，在这样的一些比较低的位置，再去考虑要不要进场，会是更好的选择。那结合之前的大环境问题包括关税和美伊的不确定因素，从 K 线的走势来看呢，这个大盘确实是还是有疑虑的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 AI 最近的这半年的时间涨幅问题所以这个阶段呢，我们要保持慢进快出原则，也就是说买入的时候呢要极其的谨慎，卖出要及时3月中下旬呢可能会不一样的思路那我们现在切换到山海趋势图的画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里的黄色带代表的是下降趋势紫色带代表的是上涨趋势。那从月线来看呢，整个纳斯达克的大盘目前是处在一个上涨的通道当中，但是哪怕是处在一个上涨的过程，它的中间每一个月的这个上下走动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过去的这几个月里面出现了黄 K， 黄 K 呢就代表了这个压力预警，所以在接下来的这几个月虽然有所震荡但是呢它往下调整的概率是偏高的另外呢，我们会观察到这个月最近的这个月离我们的紫色飘带的位置有点远那我们如果等到 K 线掉到了紫色带的中间的位置，哪怕是碰到了上沿再回收，都是比现在的这个距离的这个位置会更加的好一些。所以呢，基于此我们不需要太着急。那下周呢依然是偏谨慎的原则建议大家还是保持慢进快出也就是耐心的等待点位。但只要到了预测的目标位果断止盈，不要恋战，不要贪多。因为呢，目前整个大盘来看呢，风险依然是大于获利的概率。
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英伟达的走势啊。最近呢，大家都比较关注。那从过往的经验来看呢，英伟达最近的3次的财报啊，这个财报之后都会有大跌，而且一般是先跌后涨啊。那比如说这2次财报，一次是在2025年的8月27号，这一次财报呢公布之后产生了一次下跌，但随后呢上扬。第2次就是2025年的11月份这个产生了一根很明显的很大的阴线往下跌，随后呢又是上扬波动上扬。那时间来到了2月25号啊，这一次的这个财报当时在盘前的预测中呢，我们也说到财报比较炸裂的情况下，这个市场呢没有马上迅速的反应当天的这个夜盘呢反应还是非常小的，所以呢大家要谨慎果然26号、27号就收了一根很明确的阴线。从逻辑面来看呢，英伟达确实被整个市场的期望值搞得太高了。就像什么呢？就像咱们这个参加考试，优等生考了100分不足为奇。但凡是哪一次考了个99分，大家就会很失望。或者说你考卷满分，但是交卷的时间，比如上一次你1小时58分做完了，但是这一次呢你用了2个小时，这个市场也会大跌。这个就是英伟达的一个财报的逻辑，所以呢我们一般不建议去赌它的财报。而且上次我们也说过各家的大佬的芯片市场摩拳擦掌，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有某一个这个大厂的自研芯片的进展的新闻。那在这么一个大环境下呢，我们的应对策略就是控制好买入位和仓位，不要着急，因为对于这样的一只大股票呢，还是有很多机会的。我们来看一下英伟达的山海趋势图的日 K，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26号、27号这2根阴线我把它标到了1和2。那1号 K 线呢，直接跌破了我们26号盘前给的186的这个观察位，而且呢，这个2号 K 线进入到了171和186之间的这个区域。那我们之前也说过英伟达在一段时间内，在画的这2根线之间震荡了很久，这属于一个箱体震荡。那如果 K 线下探到了171的位置呢，按照它的惯性我觉得可以轻微的参与一下所以呢如果往后看的话呢，大家可以把171的这个位置积极的观察起来如果到了之后呢你的仓位允许的话呢，可以轻微的参与一下这个是从我们之前的预测以及它这2天的变化来说目前我依然是保持这样的一个观点。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特斯拉的走势。这只股票也是很多散户比较关注的一只股票。那从日 K 的走势图来看如果拉长了整体来看的话呢，特斯拉在402这个位置出现了一根颈线，但是这个地方不意味着出现颈线就会马上有一个反弹或者是反转，因为从最近一段时间特斯拉的这个小局部的走势来看呢，下降的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呢义无反顾，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因为大家看到的是 K 线，实际上代表了整个市场资金的走向和市场的投票权。另外我们观察特斯拉的布林带，目前处在一个向下的趋势当中，而且股价走在布林带的中轨偏下方的位置，并没有走到下轨的位置，相对来讲呢没有那么的安全。从特斯拉的 MACD 图形来看呢， MACD 目前快线和慢线在零轴下方，也就是我们的水下缠绕这里有一个支持点。当 MACD 的快线和慢线在下跌的趋势当中双线粘合，而且呢快线不能马上的突破慢线，或者是上穿慢线之后马上又下来，那这个时候代表了洗盘还是后面继续下跌呢？我们要观察红柱和绿柱哪一种颜色更长。那如果是绿柱也在增加，比如像 Meta 的这个图形，那么后续大概率还会有大的调整。目前从特斯拉的 MACD 来看，红柱比绿柱稍微多一点点，虽然两者都是星星点点但是基于这个快线和慢线在缠绕粘合的状态，并且红柱比绿柱更多，2条线在水下所以大家还是要以谨慎为主明确的上涨信号还没有形成。如果你选择观望我认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另外，我们从山海趋势图的周线来看，这个地方有一个变盘的信号有可能由紫色带变成黄色带，也就是意味着趋势由上升变成了下降这个是一个周线的看图。那这一周出现了一个钱袋子如果你实在是想要参与很多的散户朋友实在忍不住确实也有那么一点钱，然后仓位也比较轻的情况下，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颈线的位置参与一下，用无伤大雅的闲钱仓位去安抚那颗悸动的心。从点位来看呢，402或者是388或者是335是重点的几个观察位。如果大家觉得335太低了，怎么可能到得了，对吧？那么你在这个388可以做一个重点观察，其实就是在布林带下轨的位置，也就是多个指标指向的几个点位技术共振，那它的概率就会更高一些。但还是建议大家以做小反弹的心态和预期去看待特斯拉的位置，因为从山海趋势图的日线来看，特斯拉目前还处在一个下降的通道当中我们在偏离黄色带更远的位置买入，获胜的概率更高一些。我们可以在刚刚所说的388的位置，也就是前一个钱袋子产生的这个位置观察一下如果有一根比较明确的阳线，可以轻微的参与一下，来搏一个小的反弹。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 Meta 的走势。Meta 我认为大概率会有更好的点位出现它的收盘上一天的收盘是在638的位置但是我们建议的点位是在627因为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缺口既然有了缺口，我们就用下沿和上沿做一个观察位，一个是617，一个是627正好是两个7。另外呢，我们用布林带来观察，目前股价掉入了中轨和下轨的位置比较稳妥的机会一定是下轨到了601附近因为呢这个位置买入，根据之前的这个点位预测呢是一个比较稳妥的位置那前面还有一个强支撑就是580的位置，但是呢大概率是跌不到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几个价格，特别是627和617这最近的两个价格来做一个观察。如果想要买入的话呢，在627或者是617的位置买入是相对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切换到山海趋势图，我们会发现目前整个股价处在黄色带的区域，而且 K 线离得有点近那之前钱袋子的位置大概就是我们刚刚预测的627的这个位置，所以呢两个指标指向在这个位置买入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从周线来看， Meta 震荡了3个星期了但是呢我们既要谨慎，也无需过多的担心因为从大到小，从长到短的原则，整个大环境呢有震荡的概率，所以呢我们小环境要以慢进快出为主就刚刚说的找准点位宁可错过不要乱踩。但是从长到短来看，长期Meta 作为一家巨无霸公司，目前呢只是支出和监管有这个市场的担心这个是阻挡不了它前进的步伐的，只是它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小插曲。所以呢我们才会去研究什么时候上车更加的合适，基于一个长期的逻辑选择一个短期的点位，但不是说长期看好就乱入。所以呢我们可以既谨慎但是又积极乐观的态度去面对这样一只股票。总而言之呢，大家记住这几个位置627617还有600，越往下越值得上车大概率就是这几个极短期的支撑位。我们下周再来复盘。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亚马逊的日 K。 由大到小原则作为一个大的电商平台呢，它比英伟达受到政策的影响应该说更加的直接包括25日加州的反垄断诉讼再次的被推进所以市场上还是会有一些疑虑的。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地方出现了很大的缺口在203的这个位置大概率有一个强的支撑那到缺口的下方212的位置，以及这个大的缺口的上沿2200的位置，就形成了3个观察点。但我的建议就是衡量我们的收益比如果股价在203的这个位置站住了，你在203的位置买入，到212的位置收益是4%，到220是8%，
那我们对应承担的风险啊，其实是不太匹配的。那我们就不要选择203的位置啊，哪怕它到了这个位置往上弹，不要可惜，我们再等另外的一个点位哈。那到底等跌到什么位置比较合适呢？我们切换到山海趋势图，可以看到啊，在这个位置出现钱袋子，也就是说，如果股价掉到了198附近，在这个位置买入比203更加的保险。而且大家看到这个位置有一根黄 K 出现啊，预示着这个位置呢有一定的压力。那如果股价掉到了198的位置，我们可以算一下啊，到212就有7个点的收益，到220就有11个点的收益啊，比203的位置更加的有性价比，而且呢风险会更小一些。因为从趋势图的走势来看呢，目前是处在黄色的飘带的这样一个区域当中，也就是向下走的一个趋势。那大家呢也可以有一个心理预期，从长到短原则啊，长期来看亚马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因为短期的这个诉讼案和其他政策面的影响，大家可能需要更多的耐心。另外呢，我们看一下 AMD 的走势，这也是有网友提到过要关注的一只股票。近期最近的一天呢，十字星出现啊，这里显示有一点点问题，这是一颗十字星。那195是一个观察位啊，有可能有支撑。那么下方呢，我们会发现有2个缺口，分别是186.6和171.5的位置啊，都是我们重要观察位。那接下来的走势我们是怎么预测呢？我们切换到山海趋势图，这个十字星之前这3天啊，是一个很明显的下跌的 K 线组合。再往前看呢，这个地方有一个跳空高开啊，是因为 AMD 和谷歌的合作啊，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但随之呢又下跌。如果你在这个位置卖出啊，是一个比较顺利的小波段，但如果没有呢，这个股价又继续向下了。这说明什么呢？合作的消息啊，它的支撑股价的作用1-2天就结束了，股价的基本面没有得到更长时间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撑，继续往下走。那结合目前还处在黄色带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内，也就说明AMD 这只股票目前的环境还是偏弱势的。我们再结合月线的这个图形来看啊，股价离我们的紫色飘带距离太远了。如果我们把紫色飘带的上沿做一个测试，大概就是171到172的附近，和我们刚刚预测的171.5的位置比较接近啊，所以呢，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位。那总结一下呢，我们有3个比较重要的观察位，一个是195。一个是187，一个就是172，这3个位置呢，分批进入，应该相对来讲风险会小一些，但一定要记住啊，越高的股价，它的仓位要越低。比如说195买20股，187买50股，掉到172再买100股啊，这样的金字塔的加仓会更好。那我们的防守观察位呢，可以设在219和224的这2个位置。总之啊，不能超过200入场啊，因为 AMD 前期涨得太多了，而且呢，整个山海趋势图显示，日 K 显示啊，目前还处在一个黄色带的短期的一个下降趋势当中。好了，以上就是关于2月28号 Harry 频道对于美股下周大盘和部分的个股预测的解读。如果大家觉得信息对你有帮助，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并且呢，打开小铃铛啊。如果你对某只股票有疑问，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我们会在下一期的视频当中进行一个预测。另外呢，现在添加小助理的联系方式，还可以获得几项重磅的权益，包括我们的王牌指标山海趋势图1周的体验权限，以及期权课程的试听权限，还有更多的进阶知识包括一些内部的直播都在等待着大家。好，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